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直播即兴挡喷雾暴露人品，被喊外号害羞红耳根。网友：这谁顶得住？主持人拿起喷雾瓶的瞬间，肖战身体前倾，手已经伸了出去。他脑子里走完一个快速回路，可能有东西喷出来的，伸手挡一挡，别弄到人身上。这个动作发生在0点几秒内，完全出于本能，没经过思考。旁边有人喊了他的外号，肖战一听，耳朵根立马红了。这种害羞的反应让网友觉得特别真实，比什么表演都更能让人喜欢。2026年4月19日，安吉尔品牌2周年直播现场，肖战正在做冰染画手工。主持人问他这个环节是不是特别解压，想引出关于顶流工作压力的老套话题。肖战抬头笑着摆手，说自己的压力真的没大家想的那么大，还补了一句观众看着解压就好。这段不到10秒的回应当天晚上就上了热搜，阅读量破了1亿。过了3天，2026年4月24日，欧莱雅 PRO 品牌直播间里，肖战穿着黑白休闲装，头发自然垂着，状态很放松。主持人拿起喷雾瓶时，他伸手往主持人那边挡了一下。这个动作不是经过脑子分析后才做的，人在安全环境中突然见到可能带来伤害的东西，大脑边缘系统会立刻启动防御。肖战没有冷静推理喷雾是否安全，所以挡了。他伸手的方向不是护自己的脸，而是朝着主持人那边，纯粹的自保反射会先护自己。但他伸出去的那只手像是在拦住喷头和主持人之间，没人提前告诉他会有这个环节，也没有对讲机指挥。这种瞬间反应暴露了他心理保护别人排在自己前面。3天前他刚说过压力不大，这或许就是他脑回路里真实的状态。直播里一个瞬间动作，肖战伸手替主持人挡开喷来的喷雾，这一下暴露了他面对突发状况的本能先顾别人。这类反应跟他后来被叫外号时的害羞表现，形成了一种少见的反差，保护别人时果断，被夸时反而退缩。2026年3月初，肖战在米兰时装周 Gucci 大秀上穿黑风衣，留顺直发型，被外媒称为秀场唯一光源。这个造型后来被网友记成顺毛。同年6月18日，他主演的谍战剧《谍报》上部封顶，在央视8套和优酷同步播，预约量破了200万，是当年谍战剧预约最高。2个符号一合并，就成了顺毛特工这个外号。主持人拿这个外号逗他，肖战先是一愣，接着低头笑，耳根发红，手不自觉捏衣角，整个人像被老师点名表扬的学生。这种害羞跟挡喷雾时的利落比，节奏完全不同。危急关头他反应快，被人当面夸却慢半拍，两种速度差，没法靠演来凑。外界习惯给顶流艺人贴高压、疲惫的标签，用这个叙事去博同情，已经成了娱乐圈里一套现成的套路。肖战却直接说没那么多压力，直播里又不自觉替人挡东西，这2件事合起来，意思是他不像外界要心疼，不要特殊照顾，连别人递来的喷雾都想挡住。这种不索取的劲儿，反而让人觉得他不在观众身上讨情绪价值。把时间拉长看，这类动作不是偶然。2020年8月 Rossi Only 七夕直播，肖战一进场看见桌上剪刀尖朝人，顺手就把尖锐面转开。2025年8月欧莱雅 PRO 直播，他一边说话一边调整产品位置，说这样比较好看，连防晒霜都要左右对齐。一个人连续6年以上把礼貌当成自发习惯，从内部生出的行为约束，而不是外部强加的道德教条。肖战在2026年3月的一次抖音直播里，
低头用湿巾擦掉桌面上的水渍，是为了防止水滴污染影响试剂检测的准确性。同一场直播里还夹杂着大量社交礼仪，工作人员递东西时，他双手接过，轻声说谢谢。粉丝递信件时，哪怕赶时间也会放慢脚步，认真收下。给别人递笔时，要弯腰双手送出。演出结束谢幕后，他自己拎着话筒离场，而不是交给助理。这些动作绝大多数发生在镜头角落、补白时段，甚至有些是在录播间隙导演根本没切主镜头的时候。他们不是品牌方提前策划好的公益环节，也不是团队设定了今天必须出现暖心人设的 KPI。每一则被从边角料中翻找出来的个例，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人证价值。没有人会在不获利、不需求关注度的背景下长期表演一个美化过的版本。2025年11月还发生了一件事，一次媒体专访中，肖战发现记者的话筒线缠绕在地上，当即蹲下来把那根线捋直了，才继续采访。有在场媒体人回忆这件事时感慨说，顶流明星弯腰帮工作人员理线，我从业20年第一次见。粉丝评论中最频繁出现的评价关键词就是装不出来。这句话指向了3个层面的不可伪装性。第一层叫反应速率，脚本再好的剧本也没办法帮演员直接修改神经系统对外部刺激的反应速度。人类从感知危险到做出动作的反射弧长度由动物神经系统的底层结构决定，事前很难被情绪操纵。第二层叫风险方向判定，一个人到底下意识保护自己还是别人，在任何1秒级的慢放中都会露出马脚。肖战的手在摄像机前伸出去的那么快，不是因为他策划了一个叫我想在百家号上红的战略目标，而是因为他生活中无数次对自己强调过，不能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第三层叫面对赞扬的不适，最不容易伪装的情绪是羞涩中的防御退缩感。一个试图维护大众心目中的完美人设的明星，在直播中因被表扬而脸红、低头、目光躲避，不知道说些什么，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肖战的害羞毫无设计感，甚至显得有些笨拙。这种笨拙反而让所有人更相信前面的保护行为是发自本心的。任何想欺骗观众的人不会在紧要关头突然表现得像一个怯生生的大男孩。娱乐圈里有一整套打造人设的固定流程，先上节目装亲切，再在采访里哭诉成名多不容易，最后发点生图路透说自己真实。这套东西搞太多次了，观众和明星之间的信任基本断了。大多数人心里已经认准你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任何好事，8成都是为了宣传或者赚钱。肖战给身边人挡喷雾那一下，偏偏跟这个标准配方对不上。这个动作没经过品牌3方会议商量，没在官方通稿里提前吹风，也没给后面任何赚钱的事留推广窗口。他从头到尾没有一丁点能被归类成营销的痕迹。挡喷雾能火起来，就是因为这件事太小、太短、太看不出有啥直接好处。没好处的事还有人肯做，在现在这个干点好事都要拍下来发出去攒好人分的年代，已经很少见了。学者提过道德美感的说法，一个人做没好处的事，且事情的社会效益比他可能得到的名声大，旁边的人看了就会佩服。挡喷雾算不上最大的利他举动，也算不上最有风险的事，但它小到肖战根本没法从中捞到超过付出的回报。越大的牺牲越可能换回道德地位，而接近零成本的小事做到了，才是纯粹的个人修养。就像一台手机放在工位上亮着屏幕，但没人去动它，这叫没成本下的道德坚守。判断一个人真正啥样，不能看他得意时怎么说话，也不能看他故意编出的故事。
只能看他没脚本、没大利益、没别人盯着的时候，下意识做出的举动差异。肖战在有镜头的情况下，还是下意识伸手挡了喷雾，这个动作背后的东西，会在以后无数次小细节里反复印证。等到2026年秋天，可能又会冒出一个类似的视频，当时弹幕里应该会飘过一行字果然。剪刀怎么放，话筒线怎么理，谢幕后顺手拿走的话筒，打招呼时自然的弯腰，上下车时给别人留空间，散场前帮工作人员擦桌面的水渍，单拎哪一件都证明不了啥。但放在6年时间和几十次事件里一起看，这些变量累积起来，已经没法用偶然糊弄过去了。